大家好，今天的视频我去了中国的一个小城市澄江市，看看这里的城市面貌和居民生活，还品尝了烤鸭、油炸土豆、凉米线和凉拌莲藕，这些都是当地人喜欢吃的美食，还和当地人一起去赶集，然后夜宿太阳山小镇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。现在是前往澄江的途中，沿途的风景也不错。蓝天白云下，我离开了喧嚣的城市，踏上这段旅途，心情变得轻松和愉悦。到达第一个目的地，澄江市位于中国云南省，是一个直辖的县级市。它坐落于抚仙湖南侧，常住人口大约为17万人。这里冬季温暖而夏季凉爽，冬季的平均气温约为18摄氏度。而夏季的平均气温则在26摄氏度左右。这里的大部分街道都保持着整洁与干净，垃圾桶周围也闻不到异味，街道上几乎看不到有人随意乱丢垃圾。街道旁边配备了绿化休息区。我漫无目的逛了几条街，感受到这里的生活节奏似乎比繁忙的都市要舒缓得多，市民们的生活显得悠闲自在。这里应该是澄江的市中心，人流量偏大，商铺也比较密集。街道上有好几家药店，其次是餐饮、百货和服装店，这些店铺满足了居民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。我注意到前方有人在排队，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过去看看他们究竟在排队购买些什么。原来是一家售卖烤鸭的店铺，烤鸭每只35元人民币。大家正在等烤鸭出炉，我也排队购买一只尝尝。新鲜出炉的烤鸭看起来色泽红艳。宜良烤鸭作为云南省宜良县的一种地方传统美食，据说是起源于明朝。烤鸭肥瘦适中，口感皮脆肉嫩，深受当地人的喜爱。店主刀法娴熟，1分钟可以切割2只烤鸭。这应该是一面已经大一盘了。除了烤鸭，店铺内还售卖着凉菜，我也购买了一些。可以拿掉的吗？带回酒店的烤鸭已失去了现场的酥脆，但肉质细嫩多汁，美味不减。我们还购买了凉拌米线作为主食，味道同样令人满意。凉菜中的莲藕更是一大亮点，调味香辣恰到好处，口感软糯，非常符合当地人对于莲藕的传统口味。这顿晚餐十分愉快而且实惠，总共花费了85元人民币。离开澄江市区，我到附近的广龙小镇赶集。西瓜每公斤4元人民币。谢谢，来一盘。这里的果蔬大多是当地村民亲手种植，到了收获季节，他们就会将这些新鲜的农产品带到集市上出售。尽管这样的交易带来的收入不会很高，但至少也能填补一些家用。集市的一端和村庄相连，这些蔬菜都是菜农自己种植，然后用3轮摩托运输到此销售。3块，这个1块钱3两。这个1块钱3两。这位老人正在挑选折耳根，折耳根是一种本地人喜爱的蔬菜，其最普遍的烹饪方式是凉拌。
先用清水洗净，接着将处理好的折耳根沥干，随后加入蒜蓉、辣椒、醋等调味品进行拌和，变成了一道爽口的凉菜。正在挑选莲藕的顾客，当地人一般把莲藕煮汤或者小炒。当地的莲藕煮熟以后，口感是沙糯，并非脆爽。这位老人正在购买毛豆，买回家简单的炒制来吃。在中国，手机支付已经成为极为普遍的支付方式，但在这里仍然保持着使用现金支付的习惯。好。感觉肚子有点饿，我买了一些油炸土豆，然后我和摊主闲聊起来。他告诉我，这个集市的主要顾客还是本地人。这个地区原本是村民的宅基地自建房，但后来为了保护抚仙湖的生态环境，政府拆除了一部分靠近湖边的自建房，并在这里重新分配给村民具备污水处理的新房。这些新房集中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名为广龙小镇的新社区。这样做不仅预防污染湖水，同时也可以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。炸土豆，尤其在云南地区是备受欢迎的小吃。其制作方法是将土豆切成块状或条状，然后油炸至焦黄。炸好的土豆会搭配多种配料，如辣椒面、香菜、折耳根、葱花以及当地的秘制辣酱，然后混合拌匀即可享用。这道小吃既好吃又能充饥。吃完油炸土豆，我到新建的广龙小镇闲逛，这里的行人很少，可能是因为这个位置并非小镇的主要街道。最近几年，抚仙湖边出现了很多小镇，有太阳山小镇、广龙小镇、寒武纪小镇、星空小镇等多个文旅小镇。这些新建住宅都保留了浓厚的中国传统风格，环境非常宁静，绿化也做得很美，给人舒适祥和的感觉。我发现在小镇上有很多客栈，于是我打算向客栈老板聊聊，了解当地的一些信息。你好，有人吗？卖水啊？好提一点。老板，你们是本地人吗？啊，对，这种房子，请问一下是当地村民的还是商品房？当地村民的属于拆迁房。哦，就是原来的老房子拆了，在原址的情况下面盖起了这种房子。没的，回迁是政府规划的，在这一片盖的。回迁回来就是一家就是一小栋。啊，对。那挺好的呀。那这里面就是本地人还是居多一点？对。有一部分的话还是卖出去了。好，一般是卖多少钱一栋啊？这个要看位置。看位置。从6000多到1万多不等。就是1平方。对。像这样多大面积？一般。我们这种是270。哦，挺舒服的，我觉得这儿改造的挺好做。好，谢谢啊。许多当地居民将自己的住宅改造成了民宿或客栈来经营，向游客提供住宿服务。这样的房间通常每晚收费大约90元人民币。离开了广龙小镇，我们继续前行，目的地是太阳山小镇。今晚计划在那里的湖景公寓过夜。靠近了湖边，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下车，欣赏抚仙湖的美景。抚仙湖的面积有212平方公里，其规模在云南省仅次于昆明的滇池和大理的洱海，位居第3。湖的最深处有155米，成为云南省最深的湖泊，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。
到达太阳山小镇已经是傍晚。这个度假小镇依山而建，面向抚仙湖。小镇里面的房产都是私人所有，有些业主会将自己的房子交给专业酒店管理公司来打理，平时这些房屋就会被出租给游客，作为住宿之用。今晚住这间房，房费每晚240元人民币。房间装修和设施都只能算中规中矩，内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引人注目的是窗外的湖景，可惜今天天气不算晴朗，所以看起来都是雾蒙蒙的感觉。入住公寓以后，下了一夜的雨，次日清晨雨总算停了。尽管天气仍未转晴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下楼去逛逛。小镇中设有行人和机动车的道路，实现人车分流。大约走了5-6分钟就到达了小镇集市。现在是早晨10点钟，尽管集市上的许多店铺还未开始营业，但已经有不少游客在这里游玩了。集市的建筑风格显然带有欧式设计的元素，浓烈的色彩搭配与精美的造型。7月通常是夏季高温时节，但现在雨后的抚仙湖气温仅在16至23摄氏度之间，气温非常宜人。这是一个小超市，我们进去看看商品和价格。冰柜里面有哈根达斯的冰激凌，每盒售价45元人民币。西瓜每公斤9.9元人民币，哈密瓜每公斤12.8元。梨每公斤16.8元人民币，果汁每瓶10元，星巴克咖啡每瓶15元，矿泉水每瓶3元。藕粉属于这里的特产，每盒18元。商品价格几乎都上涨了30%左右。集市到处洋溢着文艺气息。这辆车应该是大众老式面包车 T2。曾经的旅游是逛吃和购买特产，然而现在的旅行似乎转变为闲逛和拍照，许多人都不太愿意在景区进行消费了。这是小镇的社区公约，内容主要涉及交通规则、宠物养护准则以及公共卫生规范。这里是山谷食堂，所提供的菜品都是预先准备好的，顾客无法定制点餐。今日菜品：清蒸鱼、炒肉片、卤鸡、鸡蛋、豆芽、菠菜、土豆。看起来食堂的环境干净明亮。除了大众食堂，集市还有一些小餐馆，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菜单选择。小镇的集市规模较小，终点就在这里，里面的业态也不算丰富，餐馆居多。一会儿我计划在山谷食堂吃午饭，然后下午在音乐餐厅吃晚饭。
这里是酒店管理公司，同时也提供房屋长租和销售。据工作人员介绍，目前太阳山的房价介于每平方米7000元至1万元以上。在淡季期间，长租公寓每月的租金为2500至3000元，且已配备家具，住客可以自行烹饪。除了主要道路，还有一条小径从集市返回到公寓。除了高层公寓，还有类似这样的别墅，不过这栋别墅好像已经被法院查封。这条观光长廊是由度假区精心打造的，传说在日落时分，这里的景色尤为迷人。可惜今日天空云层较多，恐怕无法观赏到夕阳西下的美景了。漫步闲逛，直至午餐时分，前往食堂吃午餐。我点了2盘清蒸草鱼，1盘炒肉丝，1盘青菜，1盘凉拌海带和3碗米饭，一共消费81元人民币。食堂原本的定位应该是大众消费，但品尝之后发现味道平平，且价格偏贵，不过这里至少能让人吃饱。现在是中午12点，正好是午餐时间，但食堂内用餐的游客并不算太多。听说邻近的寒武纪小镇有一家国家级博物馆，午餐过后，我们决定前往那里参观。小包不用了。通往博物馆的走廊，墙壁上的绘画也十分引人入胜，其上描绘的是寒武纪时期澄江地区的生物群落。这里是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的正门。进去之后看见的是侯先光教授的模型。侯先光在1984年7月1日以来，先后发掘出20个门类，280多种寒武纪珍稀动植物化石。这些化石有80%是之前未知的新物种，几乎囊括了所有现代动物门类的祖先，因此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古生物圣地。因为我来的比较晚，没有逛完就已经到闭馆时间。博物馆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至下午17点。
告别了寒武纪小镇，我顺道前往抚仙湖边的红沙滩。据说这里是热门的网红打卡地。到湖边之后，发现湖水没有别的湖岸清澈，可能是因为红沙的反射光造成的视觉效果。当然，也不能排除旅游业带来的环境污染。有沙砾与湖水的陪伴，孩子们倒是玩耍得很开心。逛完红沙滩后，我返回太阳山音乐餐厅吃晚饭。尽管名为音乐餐厅，却没有歌手驻唱，不过好在餐厅外的风景相当宜人。我点了红柳烤肉、油焖虾、铁板土豆、铁板豆腐和黄瓜鸡蛋汤4道菜，总共消费了190元人民币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欢迎大家关注和评论。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